攻略阴郁太子失败，我被判定1年后死亡脱离。在离开前，我认真打理好了一切，把男儿的衣物分类放好，把东宫的地契账本给了林啸。临出门，我回了头，他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行了，妾身会对阿华好的，快走吧。这时弹幕冒出来，好虐啊！明明男主只是太没安全感了，女主宝宝快哄哄也就不会死了。昨晚女主说自己要走了，她眼眶都红了，话都是赌气说的。我觉得很正常好吧，女主是攻略者哎，若不是男主一直控制着自己的心动值，还怎么留下她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眼前跳动的弹幕让我一愣，原来程怀早就知道我是个攻略者了。见我站着不动，府门前的侍卫犹豫片刻，没搜我的身，直接放了行。娘娘陪着殿下那么多年，也不容易。他们在后面小声说道。我哑然捏着肩上的包袱，无非就是带上了一根不值钱的银簪。这是程怀送我的第一个生辰礼，与其放着惹林啸生厌，我没忍住烧上了它。在长长的公道上走着，遇见了很多太监和小宫女，看见了我连头都不弯一下。众所皆知，曾经万分恩宠的太子妃如今已然失势，走了一半，正好迎头撞上太子的轿辇。越见，你当真要走？他连车帘都未掀开，语气漠然。今早上朝你的兄长还求姑宽待你一些，殿下便说我自愿走的就好。我突然想起什么，平日里男儿的功课要抓紧，这些都不用你操心，林侧妃会带好他。他淡淡打断，像是为了更好看清我的神情。程怀下了马车，副手站在不远处盯着我看。他年纪尚小，很快就会把你忘了的。如此便好。我低下眉眼，自嘲地笑笑。果然那些所谓的弹幕就是骗人的吧？看着程怀这副决绝的样子，我实在看不出他的爱意。而好感度自3月前2人大吵一场，就始终保持在了10%，从未再上升。我垂手给他行了一个大礼，殿下保重。我转身离开之时，他喊住我，等等。一旁的宫女提着一个精致的盒子，我下意识多看了几眼。程怀冷冷道，不是给你的。他斟酌了片刻，我是想问问你，女儿家更喜欢哪种糕点？这些都是林芳斋新出的，想挑些送给侧妃。心里狠狠抽了一下，我平静地上前，随口指了些。林侧妃性子直率大方，下次殿下可以直接问问。程怀的声音低低的，有些咬牙切齿的感觉。弹幕炸响，不是我说男主你别那么傲娇啊，看着女主这么淡然，都快哭死了吧。明明是自己出门买来想送给妹宝，非要说给女配的。要不然妹宝你主动亲亲男主吧，他脸包红的。那些糕点的确大多是我平日爱吃的类型。我一顿，抬眼看了下面前的程怀，他别过脸去，赶紧滚，姑不想再看见你了。系统机械的提示音响起，好感度1，惩罚的电击让我腿脚一软，差点栽倒在地上。程怀头都没回，漠然的走远了。付了几两碎银，我挑了个便宜的马车，去青阳吧。青阳离汴京最远，也鲜少人居住。等到10天后，我的消失也不会引起别人注意。靠在软榻上，我额上的冷汗沁出，电击的疼痛依旧断断续续。这几年因为程怀好感度的莫名暴跌，系统气急败坏，只能用此逼迫我继续努力。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，为他挡过剑，为他奔走谋划，为他生下男儿。可是程怀明明心疼的手都在颤，脸上依旧是淡然平静。系统提示过的好感值也一直很低，直到刚刚看见弹幕，我才恍然发觉，原来他一直在控制好感度。弹幕突然冒出，男主现在快郁闷死了吧，偏偏女主不肯先递出台阶求他。他就是毒舌惯了，妹宝你又不是不了解他，每次和好了还不是摇着尾巴逗你开心。以前好感度一下降，女娥就会软下声来，这次怎么回事呀？女娥不会真的想就这样死吧？毕竟当年是女主主动申请穿书救赎太子的，原本注定孤家寡人的男主怎么舍得放手？
虽然女主说了愿意留下，但她把好感度掌控在自己手里又有什么错？像是为了印证他们所说，我的马车越走越远，好感度一降再降。我知道这是陈怀在逼我回去，我疼得快晕过去。车夫看到我嘴唇铁青，吓得停下。姑娘可否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会？我默默摇头，再加上1两银子。劳烦您再快点吧。一直到了襄城，经理太子殿下在娶的事传到了我的耳边。卖豆腐的沈娘跟我聊天。咦，我记性是不是差了？我怎么记得当年咱太子有位是若珍宝的发妻啊？他掰着手指头，什么为美人连下3座城池，雪夜长跪向皇上求赐婚。好像是去年，咱太子妃早产，人一直昏迷，太子当时还在前线。听到消息，当场就吐了血，连夜赶了几千米回来。我一愣，思绪突然飘远。我与成环时都生活在冷宫里，他生性阴郁，生母早亡，皇子们总是欺负他。有一次，他为了给我留一个馒头，被几个太监打了个半死。我洗完1天的衣服回来，刚好撞见这一幕，飞身扑过去挡时，一块大石头恰好砸在我的脑袋上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不知道流了多少血。你过来干嘛？你挡过来干什么？那是陈怀第一次流泪，一直守着高烧的我，到最后都有些泣不成声。旁边一个开胭脂铺子的姑娘笑：您老没记错，这皇宫的咱也说不准。这场大婚办得特别浩大，连挂在宫里的红灯笼都是1等1的好。若不是心爱之人，谁会这么重视啊？他随口道：就是奇怪，我有位亲戚在宫里头，说太子最近脾气很不好呢。我吃完手里的豆腐汤，付了钱，静静地离开。弹幕出现：媚宝可千万别信啊！咱傲娇太子现在只是故意激女主出来，才费此心思筹办大婚。那什么女配连太子的手都没摸到过，他们絮絮叨叨，我却什么都没听。我总是在想3年前，夺嫡之际，我们只能在一间小屋子里仓促拜了堂。陈怀心疼地搂住我，说下次要给我重新补过一个。他手里比划着，要全都是大红的，连挂着的灯笼都是最美的那个。姑娘，到了。终于，在几天的颠簸后，马车到了青州。我租了一个小客栈，开了一个馄饨摊。系统自从冷冰冰地判定我失败后，就再也没出现过。而这半年来，陈怀也从未有任何动静。他照常上朝处理政务，回家看看哪儿，仿佛我的离开不足挂齿。日升月落，只有弹幕依旧喧哗。他们告诉我太子有多魂不守舍，后悔的日夜不眠。总之，男主肯定会来的。他们笃定道。穿书15年了，我与陈怀做尽了一切亲密的事。少年夫妻一起携手这么久，最终却还是逃不过失败的结局。我突然就有些不甘心。再给我来3碗。脱离前的第3天，一个金雕玉琢的小孩坐在小摊的长凳上，他不客气地拍着桌子。我转身，手里的汤水洒在地上。小孩没来得及看我的脸，他接近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第2碗馄饨。快1年不见，他反倒圆润了很多。身后几个乔装打扮的侍从跟在后面。你是我的娘亲？擦擦嘴，男儿指着我笃定道。我低下的眼有些泛红，还未等我说些什么，他上下打量我，嫌弃道：娘亲不好看。父王说的对，比林娘娘丑了100倍。我一怔，擦了擦脸上的面粉，笑着说：那你应当是认错人了。推着馄饨小车走远时，男儿气呼呼地跟在后面，脾气也差，说：你当时为何那么绝情扔下我？我不语。我走累了，背我。我还是不理。街头上迎面走来一个小女孩，拿着糖葫芦。男儿眼睛一亮，冲上去一把夺过。这里居然有糖葫芦！小女孩被推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她的爷爷愤怒地上前，却被男儿身后的侍卫拦下。为首一人冷冷道：老不死的，这可不是你能得罪的。男儿叉着腰重复道：我可不是你能得罪的。我皱眉：你的礼貌呢？还给他。何况你今日已经吃了很多了，你父王平日里就这样教导你？他梗着脖子，
父王说我是世子，想干嘛干嘛。我看着我的孩子，贪吃、懒惰、野蛮，让我甚至有些怀疑程怀是不是苛待他了。明明当初这个孩子他极为上心，取名都斟酌了好久。妹宝还不知道吧，男主就是故意放养孩子的，只有小孩变了样，才能把女主气回来呀。我说你别太爱了，别扭小狗照进现实好吧，离了女主呼吸都难受吧。现在男主躲在阁楼上看着偷乐呢，这么久不见，昨晚悄悄挑了好久的衣服吧。我抬头，恰好捕捉到一处玄青色的身影，男儿还在嚷嚷着，你居然为了别人凶我，你怎么那么恶毒。我闭了闭眼，平静道，小孩，我说过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的娘亲，那为何要站在你身边？说罢，我上前扶起小女孩，从身上掏出些银两给她，然后转身离开。你所做与否，都与我毫无干系，我只是单纯看不惯而已。男儿张大了嘴，满眼不可置信。呜，不可能，你怎么不管我了？我推着小车走远，楼上隐隐传来茶盏打碎的声音。后面2天，男儿赖在我的小屋里，怎么喊都不走。我捡蛋，他拿小石头扔母鸡；我煮汤，他往里面扔沙子。可无论他怎么闹，我始终平静自如。总归还有一日，我就要死了。无需我教，后面的经历总会让他学着长大。出于最后一丝心软，我不忍让他看到我最后消失，当晚便咬咬牙把他赶了出去。小孩在门外哭得昏天黑地，不管他怎么敲门，我都没理。过了不久，一辆华贵的马车停下，林笑把男儿抱走了。他冷笑道，亏你还是他生母，真狠心至此。宫里的崔姑也看向屋内，摇摇头，小姐，您真的变了。我手一颤，热茶倒在身上，心里突然漫出一阵钝痛，疼得让我弯腰。我轻点着身边的东西，第一次开始正视这个世界。从决定穿书救赎他，生活了整整16个年头。匣子里的银簪被我拿出又放下，还有当年他出征给我写下的书信，还真藏着呢。我猛一抬头，程怀靠在墙边看我，一脸讽刺，真恶心。手一顿，银簪滑落，在地上摔成2截。我平静道，是挺好笑的。程怀死死地盯着地上碎掉的簪子，拳头紧握，指节都泛白。他冷笑，上下打量着我，1年了，你当初不是说你攻略失败要死了吗？那你现在怎么还没死？弹幕尖叫。男主看到簪子被打碎，心都快碎了吧，表面还得装得漫不经心。呜，别虐了，但凡女主主动一点，今晚就可以看将将酿酿了。嗨，女主你怎么能不理解他呢？男主就是个别扭毒舌的性子，轰轰就好啦。哄他。程怀看着我，眼底暗流涌动。2人生活这么多年，每次都是我紧紧抱住他，好不厌烦，一遍又一遍的哄。我不会离开你，我舍不得走。宋月剑很喜欢程怀，他每次眼底闪过偏执，一拳砸在桌上。我怎么相信你？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？你有什么目的？我从思绪中抽身，淡淡道，你走吧。程怀冷笑，毫不犹豫地离开。早知道你当年是骗人的。我一夜未眠，到日上3竿，我推开屋门时，几个彪形大汉不怀好意地站在门前。请吧。一块黑布蒙住了我的头，昏昏沉沉。在睁眼时，是在一个柴房，身上的鞭伤疼得让我发颤。林笑穿着华贵的裙子蹲在我面前，他一巴掌拍在我的脸上，贱人，就是因为你，殿下3年都未碰我，爹娘因我颜面扫地。柴房门外，一个身影静静站着，弹幕闪出，女儿别怕，男主早就察觉了女配的意图，他现在就站在门口等着救你呢，只是现在还拉不下脸跟你和解。女儿快服个软，男主命都给你，抬手就把臭女配脖子拧断。我看向窗外，夜已垂暮，系统开始了1分钟的倒计时，60、50、48。你不是他心底藏着的挚爱的人吗？那我今日就毁掉你这张脸。我不是。我笑着打断，
最后一滴泪滑下。30、20、10，没人会对自己的爱人这样不闻不问，用尽一切恶毒的话去说。就算是程怀的爱，也让我感到无比廉价。3、2、1，他伸手要抓我头发，却扑了个空，我的身体化为一阵虚空，消失在他面前。不！隐约中只传来程怀声嘶力竭的惊呼，还有林笑慌张失措的声音。我没有碰他，他自己消失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陷入黑暗的沉睡，这一觉却并不安稳，身旁总是有着无数的嘈杂声。有时我看到程怀拿着长剑刺向我，恶心的穿越女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们？有时我听到哪儿在哭，我不要你这个娘亲了。我没有，我心痛如绞，却怎么都醒不来，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恍惚中，周围一切开始变化。一个小木屋里挂了几张喜庆的红纸，程怀弯着眼跟我拜堂，扶着我的手温暖有力。从此我也把心交给你。程怀，很爱，宋月见。这是我们最贫苦的一段时光。皇帝猜疑，夺嫡之争，明明什么都没有，连个喜娘都亲不起。此刻我看着自己在书外观察过很久的对象，太子程怀生性阴郁偏执，最后孤家寡人，自杀殉国。如今被我养得温润有礼，眼眸弯弯，亲一下就会脸红。月上枝头，我心跳如擂鼓，踮踮脚吻上他的唇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系统的机械音响起，目标任务好感度100%，攻略成功，是否选择脱离？我一僵，自来到这个世界，我还没仔细想过这个事。舍得吗？自是不舍的。我含糊回答，让我再想想吧。突然间，程怀手上的合卺酒翻倒在地，他眼底突然闪过一片凉意。程怀紧紧盯着我笑，月见，你怎么不说你也爱我呢？我一愣，没反应过来他的态度变化。我自然也是爱你的呀。骗子！他拂袖而去，这是他第一次对我冷脸。后面我费尽心思哄了他好久，才愿意跟我说话。好像自从那次开始，程怀对我的态度大变，他不再那么亲昵地黏着我，看着我的目光也总是带着审视。我尝试过和程怀谈谈，可每次没说几句，他就故意说一些话来刺痛我。有时我难受到流泪，只能转身离开。好感度也从100%猛降至30%。我以为是我哪句话说错了，便加倍地对他好。后面程怀娶了侧妃，去了边塞，与我逐渐疏离。就算是偶尔一见，也对我冷言冷语。崔姑劝我，殿下心底是爱您的，只是他不会表达。他太怕失去你了。身边熟知的人都这么说。这句话我信了，一听就是6年。宿主，宿主，宿主，你还有意识吗？从那个长长的梦里抽身，我眼角都是泪，只觉得耳边吵得厉害。苏月见，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呼吸都有些急促。系统漂浮在空中，见此冷笑道：你就这么爱这个虚拟的身份，爱到连自己现实世界的真名都快遗忘了吧？现实世界里，我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，以前发生过什么也快记不清了。我低着眼，没有理会他的嘲讽。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系统气得转圈。你以为我想费尽周章复活你？那个程怀已经杀了3个我派去的攻略女了，用尽手段把人折磨得生不如死。我愣怔中，他恨恨道：果真是全书里受人唾弃的阴郁反派。所以呢？你要我做什么？重新攻略他一遍，控制住反派的行为，等好感度满值的时候杀了他。我垂下眼，冷淡拒绝。你另寻他主吧。这些羞辱，我不想再受第2遍了。你从来都没有选择。一阵电击从心底蔓延至全身，系统的声音变得飘远。你不是恨他吗？你报仇的机会来了，别再让我失望了。再度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地牢的暗房里，勉强拿着盛清水的小碗一照，相貌与我之前毫不相同。系统出声，这具身体是上一个攻略者的，
他昨夜刚死去。我沉默着，到处都是血和老鼠。隔壁暗房里的女子被戳穿了琵琶骨，吊了起来，那面容还有几分熟悉。门外一阵锁链声响起，有人进来了。我下意识屏住呼吸，是一个玄袍男子，他身上带着风雪，气压极低。走到隔壁暗房时，他挥手让牢头打开。重伤的女子被声音惊醒，看见来人，吓得哭了起来。求求你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，当年我真的没对她下死手。那个女人，太子妃娘娘是凭空消失的，与我无关啊。坐在长凳上的男子依旧淡淡。哦，与你无关。他笑弯了眼。不，你们每个人都该死，都是因为你们，他才会离开。他那么爱我，如果不是你当时把他逼得太狠，他舍不得我的。他喃喃道。旁边的黑衣暗卫拿起铁鞭，沾了盐水，打在女子身上。哈哈哈！程怀，你该死，你暴虐残忍，迟早会落得一个凄惨无比的下场。我们会在阴曹地府里等你。他咒骂的难听。程怀语气温柔，做了一个嘘声的动作。你吵到他了。你猜猜，月见会不会在这里看到这一切？看到我帮他报仇，杀掉所有害他的人。他就这样痛醒了，又晕过去。我心里一颤，借着夜色环视着四周，才发现在这个监牢里还关着很多在我东宫失宠之时落井下石之人。有给我带馊饭的小太监，有把我喜欢的小猫扔井里的尚书府小姐。我趴在铁栏上，脸上被溅到温热的血水，吓得发愣。一缕月光洒下，似是察觉到目光，男子冷淡的扭头看向了我。两两对视间，我才发现短短的沉睡后物转星移，程怀眼尾已有了轻微的细纹，略显疲惫的面容，整个人褪去了年少的意气狠戾，变得阴沉内敛起来。系统冒出，如今已是万历88年，10年过去了。程怀缓步向我走来。醒了。他冷嗤一声，我昨夜还以为你死了呢，怎么还不肯说？程怀在我面前蹲下，扬起一个大大的笑。知道你前面那个攻略女怎么死的吗？看在你那么安静的份上，这次我就温柔点吧。他伸手抚上我的脸颊，是先挖眼珠还是割鼻子呢？我狠狠皱眉，身上的伤痕被他重重按着，疼得厉害。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，你不该这样随意伤害无关的人。空气一滞，旁边站着的暗卫纷纷惶恐跪下。他眼里突然一痛，再也不复那副平静。程怀伸手紧紧掐住我的喉咙。谁允许你这样跟我说话？是不是又是那个系统教你的？说，他还告诉了你什么？我被掐得喘不过气，消失许久的弹幕重现。呜呜呜，男主你不要太爱，10年过去唯爱一人，这下妹宝总能看到小狗男主的心意了吧？不要虐啦，不要虐啦，妹宝你快大声告诉他你是谁。破镜重圆最好磕了，快给我狠狠作恨。程怀见我还是不说话，叹了口气，手劲逐渐加大，看我的眼神犹如死人。可到了最后，他浑身一颤，触电般的松了手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趴在地上拼命咳嗽，我只是一个攻略女罢了。程怀唇色铁青，他伸手想摸上我的头，手停在半空，抖得厉害，怎么也落不下。他眼里交杂出愧疚、惊喜和心痛，可最终什么都不敢问，匆匆离开，给他疗伤。一片惊疑的目光扫向我，我被人小心翼翼地扶起来，送到了一个偏殿。待太医针灸过后，几个婢女忙着去熬药，一个叫青竹的小丫头端着瓷碗喂我。见四处无人，她好奇地打量着我。我抬眼对上她的目光，虚弱道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她吓了一下，跪倒在地。娘娘息怒，求您别告诉陛下，不然奴婢会被打死的。我皱眉，我没怪你。说罢，奴婢只是觉得娘娘是个有福之人。她压低了声音，宫里送过来的女人都死了，只有娘娘被地牢放了出来，陛下还给您疗伤。奴婢听过先皇后的传闻，
但如今一看，又与娘娘大不相同。青竹见我脸色不太好，忙安慰道：“没准陛下终于想开了，是真心待娘娘的呢。”我没理会这个，拉着他严肃道：“你说陛下之前杀了全部的秀女和娘娘？”是啊，闹得挺大的，还有大臣撞死在了金銮殿。我心里一颤，什么时候发生的事了？前年。我说的是年份。青竹被我的反应吓得一愣，是万历86年。我重新垂下眉眼，侧过了身。你先下去吧。原书中，暴君屠尽宫里共111位妃嫔，为后续亡国埋下了隐患，也是在万历86年。后面，不管是御膳房给我端来红枣鸽子汤，还是乐师和舞女想法设法的逗我开心，程怀都没出现过。宫里好不容易有了我这位娘娘，全部人都很惊讶，对我的态度更是毕恭毕敬。我知道这里有程怀的手笔，也知道他此刻只是不敢面对我。不管勤政殿忙到多晚，在我屋外每晚都会有一个清瘦的身影，一连站好几个时辰。每当这时，弹幕就会炸响：“小狗快碎了吧，想要触碰又不舍得的人。”最近国事那么紧张，男主每天忙得昼夜颠倒，还要抽空吩咐照顾女娥。男主在等女娥主动向他解释呢。我捂住耳朵，当他们是空气，翻了个身重新睡下。那个影子离开，弹幕的声音也慢慢消失。后面我该吃吃该喝喝，一点都没有想找程怀的意思。他吃了瘪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一别多年，他本就沉闷的性子更甚从前。弹幕只能扼腕叹气。没过几天，我遇见了男儿。10年过去，他已经是一副翩翩少年郎的模样，身姿挺拔，面容冷峻，长得和我有8分像。见到我，程南微微低头，行了个礼，然后离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他想起什么，转头说：“昨夜刚下了大雪，路上地滑，娘娘还得当心。”我笑着点点头。身旁的青竹弯着眼跟我说：“太子殿下人可特别谦逊温和，上次我们几个宫女在树上掏鸟蛋，有人摔了下来，断了腿。太子刚好经过，送了身上备着上好的膏药，帮着忙把人送回了房里。”我若有所思，看来这些年来程怀没再把男儿教坏，总算让我松了心。是吗？对呀，这点可真跟陛下大相径庭呢。现在好多人都巴不得太子快点。自知失言，他忙住了口，跪了下去。众心所向，我没必要怪你。我轻描淡写道：“为君不仁，这是他应得的。”经过勤政殿门口，里面传来大声的吵闹，笔墨砚台被扫落在地的声音。你对不起我母亲，更对不起这天下人。落到如今孤家寡人、亲臣背叛的下场，都是你自找的。殿门被推开，程南冷冷拂袖而去。我躲在一旁，下意识朝里面看去。程怀依旧淡淡，垂下的眼神晦涩难懂。当夜，我做了噩梦。我在一个街边隐蔽的书店，我推开了门，随意拿起了一本陈旧的书。我翻开来看，打发时间，却看到了一个少年帝王的故事。脖子上传来一阵冷意。我睁开眼时，一把寒刃架在我的脖上。你就是那个暴君的宠妃？走！一个受伤的黑衣人粗鲁地扯起我，还未出院门，他的眉心就被一支利剑穿透。我落入一个冰冷的怀抱。不要再离开我！他身上是熟悉的雪松香，我一阵恶心。拔下发间簪子，我用力向他肩上刺去。放开！空气中弥漫出血腥味。程怀一声不吭，越抱越紧，脖子上一阵凉意。我怔然，原来他哭了。自那次遇刺，程怀开始主动和我说话，他会来跟我一起用膳。我看画本的时候，他就在一旁画画，但无论他干什么，我都不理，视他如无物。我知道他认出我了，他跟我说一些之前那些老掉牙的回忆，说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接吻，说我带着男儿在院里玩小木马时，桃花洋洋洒洒落了我满身。是吗？我都已经忘了。我淡淡道。他一哽，显得像个慌张无措的孩子。我那时候年少心性，
总是言不由衷。你那么好，我真的很怕。我母亲当年也是这样离开了我，我只能控制住自己的心，怕越陷越深，难以拔出。我重重把书拍在桌子上。闭嘴，这不该是你的借口。6年冷待，欺我辱我，就是因为别扭。我低声笑开，眼泪都笑了出来。你当年不是说两不相干，死生不复相见吗？那你现在又在干嘛？别再让我恶心你了。陈怀拉住我的手。可是现在你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我带你去清源猎马，去西山摘你喜欢吃的桃子，你再重新爱上我一遍，好吗？滚！他的头偏过去，脸上出现了清晰的巴掌印。旁边看着的青竹吓得要死，以为陈怀下一句话就要把我拖出去砍了。他重新垂下眼，恢复了那副阴郁冷漠的样子。临出门前，他还是忍不住回了头。那你为何还要回来？回来杀了你啊，很意外吗？我冷笑几声，吐出的话恶毒绕耳。你根本不值得我当年的真心，我后悔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会来救赎你的。陈怀一怔，出了房门，突然皱眉弯腰，呕了一地血。侍奉的大监和宫女一阵骚动。皇上，皇上，快来人！我猛地站起身来，关窗，我要睡了。过了不久，门外重新恢复了一片平静。我以为这次大吵会让陈怀却步，但次日他便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亲自做一些小巧的点心送过来，活灵活现的木雕，有趣的画本子。而同时系统却惊疑地发现，反派的好感度在稳步增加，或是在看着我埋头吃饭时，或是在早上见到我伸懒腰时，好感度+1，好感度+1，甚至就是和他静静地坐在一间房里，互不相扰时，系统激动地告诉我，陈怀的心动值也在剧增。我沉默着，而奇怪的是，随着两人相处时间增加，他对我更加亲昵温和。陈怀的身体明显的日渐愈下，他喝着粥时会莫名咳出血来。见我侧目，陈怀强撑着笑意：我没事的。我笑笑，我本来也没想问，太医来看过，也瞧不出什么名堂，只是让陈怀平日里不要什么都憋在心里。他乖乖点头。弹幕突然冒出：我可怜的男主，随着心动值的上升，耗的是自己的性命啊！该死的系统，想出这招来，利用男主对女儿的感情逼死他。不要啊！女儿快趁他死前对他好点啊！阴郁小狗能有什么错？我一顿，若无其事的任凭弹幕对我的控诉声越来越大。最近朝局风云变化，边关屡屡来犯，陈怀不忙着江山，依旧淡淡地陪在我身边。一日午后，我小憩了一会，醒来时，陈怀为我画了一幅画，迎着光，他对我笑：好感度+1。阅见，你看。我冷冷站起身，上前撕掉了那张画像，难看死了，我一点都不喜欢。撕碎的纸屑飘向空中。陈怀看着我漠然的样子，突然有些泣不成声。他撑着额，整个人弯了下来。阅见，求你别这样。很难受吗？是不是胸口疼得厉害？是不是也会很委屈？我蹲下身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你20岁那年生日，我忙活了一天给你端来长寿面，你冷冷把它打翻，跟我提出和离时。我也这么痛。我轻声说，仅仅是因为我前一日出去游玩，回府的时间晚了些。他面容悲痛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你走。我擦擦眼角的泪，继续说，还有你为了林侧妃当众给我难堪，就是为了让我吃醋。还有你教坏男儿，就为了用这孩子捆住我。这些时候，你有想过我会不会难受吗？陈怀摇头，咳得厉害，胸口的钝痛让他直不起腰来。我歪歪头，你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他眉头紧蹙，浑身都颤得厉害。对不起，我实在太害怕失去你了，对不起。曾经越爱，现在就越痛越恨。我告诉他，你折磨那些无辜的攻略女没用的，当年害死我的不是他们，也不是系统，而是你。这句话彻底击溃了他的心房。
正当而立之年，沉稳狠厉的帝王跪倒在地上，竟有些泣不成声。我踉跄几步，闭了闭眼，等着好感度的骤降，等着系统的电击惩罚，等着攻略失败的提醒声。可是什么都没发生。程怀，好感度100%，攻略成功，宿主可自行脱离世界。什么？随着系统的欣喜若狂，我愣在原地。我可以走了？可以，过一会你会自动被送回现实世界。他没再搭理我。不好啦，叛军进城了，快来人保护皇上。这时宫外突然传来一阵动乱，几千赤甲军突然从西门出现，攻破了城门涌进来。他们井然有序，打着清君侧、建新都的名头，快速向皇宫逼近。皇上，虎符呢？臣去领军，不会让他们这么嚣张的。一个年轻的小将，浑身都是血，紧紧扶住程怀，后者拄着剑望向远方的天，沉默不语。汴京的天变得快，这才何时，突然就下起了雷鸣暴雨。皇上，再不做决定就来不及了。这次的反叛早有预谋，且声势浩大，怕是有人做了内应啊。虎符被孤给太子了。他淡淡打断。太子？可是他现在人呢？为什么不带兵过来支援？程怀笑了，他擦擦嘴边的血，有些温和地拍拍将军的肩。你还很年轻，去找他吧。去东宫。小将一头雾水，接了命令便转身跑去。宫里有人尖叫，有人逃跑，更多的人往民心所归的东宫走。快去找殿下，殿下宅心仁厚，一定会救我们的。走，我们一起去。灵溪台上的铜钟被敲响，一声两声，整整敲了32下。这是皇宗贵族死去前的哀悼。我浑身都在颤。万历90年，城破，暴君殉国，庆王。殿内就剩了我们2人。程怀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眼睛弯弯的，温和带着些请求的看向我。我身上有点难受，可以扶着我吗？他还在不停地吐血，话都说不太利索。我为什么要管你？话虽如此，我还是抿着唇搀着他。落到这个下场，都是你活该。你当年为什么还是选了这条路？他未答，问起了其他的。月见，你现在可以走了吧？我一顿，点了点头。那你快离开吧，我怕待会吓到你。不知何时，殿外逐渐围进来几10个士兵，他们拿着刀，面无表情地看向程怀。他重重咳了咳，从怀中掏出一卷早已拟好的圣旨。大庆已亡，吾身殉国，虎符国玺已毁，太子城南另立新都，民心所向，重修旧业，安定内外。我手一紧，程怀挣开了我，拿起长剑自刎。你们想灭的大庆，我给你们。温热的血溅了一地。为首之人久久地看着，冷嗤一声，收兵。雍心主。殿内恢复了一片死寂。若不是凌乱的东西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人，我会感觉像做了个梦一样。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？不可能。我咬牙切齿地告诉他，我恨你。程怀笑笑，血从唇边溢出。他伸手像是想抚上我的脸，被我躲去。你原来的脸呢？可否再让我看看？死了，都化成灰了。程怀眼睛快睁不开了。你问我为何要走这条路？他吐出了最后一句话，一字一顿。月见，失去你之后，我也很孤独。我怔怔地看着他闭眼，陷入沉睡。外面有小兵想要泄愤，拿着砍刀想毁掉他的尸体。我伸手，才发现自己已化作一片虚空。再次走进街角那个书店时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还是翻开了那本书。程怀的故事从头读到尾，毫无改变，一切都对应上了。只是书的末尾贴了一张看不清面容的小画，女子在榻上侧躺着，阳光洋洋洒洒打在她脸上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。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